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9月24日啊。今日咧講下《三國志》正史啦，講魏延嗰部分啦。魏延咧，喂喺呢個嘅小說《三國演義》裏邊咧就被醜化得好犀利嘅人物。咁點解咁講咧？就因為喺小說裏邊嘅記載咧，就話佢本來係劉表屬下項元嘅長沙太守嘅一個部將，結果咧劉備咧就派兵攻長沙嘅時候咧，佢不但止咧係投降喎，仲殺咗自己嘅上司項元，仲捆綁咗佢個老同事黃忠，獻城於呢個嘅劉備。結果啊，諸葛亮一見佢就話要殺佢啦，話呢個面有反相，然後咧話佢必反嘅日後。結果咧小說裏邊形容咧，諸葛亮一死咗之後佢就造反，就不但止，仲周圍唱衰諸葛亮。因為北伐嘅時候咧，諸葛亮就唔聽佢講，結果每一次咧佢就周圍見到人就唱衰佢。就講到佢係一個負面嘅人物嚟嘅，但係事實上當然唔係咁啦，因為咧好多嘅歷史印象咧就俾小說咧係扭曲咗嘅。我哋今日咧就要幫魏延平反啦。魏延呢個人咧唔係一個簡單嘅人物嚟喎，你睇啦，佢同小說完全唔同嘅。魏延就字文祥，佢本身咧就叫文祥，係宜陽人也。宜陽呢個地方喺邊度咧？係今天嘅河南嘅南部，即係荊州以北嘅地方。咁啊本身咧佢係一早已經跟住劉備，係以曲部隨先主入蜀。曲部係咩咧？嗱，因為喺漢代咧有所謂武斷鄉曲，鄉曲咧就係啲地方軍事勢力，所以啦佢其實咧就一直咧就以部、曲同埋團三個唔同嘅 level， 就係叫做私人嘅軍隊。簡單嚟講，佢就一早已經係劉備嘅私人軍隊，以劉備私人軍隊嘅名義咧係入蜀噶，所以咧佢喺荊州跟隨住劉備入蜀，佢就跟住劉備應該有好長嘅時間噶啦，早應該喺赤壁之戰以前咧就應該係跟住咗劉備嘅，就唔似好似小說所講赤壁之戰以後先跟隨劉備，佢係劉備嘅私人部隊嚟，咁啊然後咧就素有戰功喎。入蜀嘅時候立咗大功啦，千門牙將軍衙門將軍衙門將或者叫衙門將軍係劉備啦一個新發明嘅職位嚟嘅。對上嗰人做係邊個咧？就係趙雲。咁即係話咧，趙雲同埋魏延咧喺劉備嘅心目中咧係地位相若嘅。咁當然趙雲啊再跟從劉備耐一啲，咁所以個地位再高一啲啦。咁但係咧喺嗰一刻咧入蜀嘅時期咧，其實個地位相若。後來就黃平做呢個職位。黃平就諸葛亮咧非常之信任嘅一個人嚟，咁所以見到咧呢個嘅衙門將軍咧係一個中級將領，就唔算係高級將領嚟嘅喺呢一刻。咁好啦，先主咧做咗漢中王啊，咁要遷去成都咯，將嗰個治所遷去成都。咁當時咧就係因為漢中大戰啊嘛，就佔領咗原本咧張魯太平清領書太平道太平道五斗米道。當時咧就係太平道五斗米道呢啲道教團體興起嘅，張魯咧就係屬於五斗米道嘅，呢個亦都係即係後來影響到中國咧好深嘅一個道教發展啦，張天師啊嘛，咁呢個張魯所控制嘅地方其實就係一個巴蜀嘅要道，如果你失去咗漢中咧，下邊咧就係無險可守嘅，咁所以日後咧呢個鍾會鄧艾攻呢個嘅四川嘅時候咧，就係好快失去咗漢中，結果就係長驅直進入到成都咯。呢個劉禪都要投降咯。個故事就係咁樣噶嘛。嗱，咁所以咧呢個故事咧就去到呢度咧，我哋知道啦。劉備佢要遷成都，點解？因為成都防守容易啊嘛，而且經濟上咧係一個天府之國，就非常之發達嘅，有錢嘅。咁如果你將你個首都咧擺喺呢個漢中咧，人哋咧日日嚟騷擾你，你都唔係辦法噶嘛。咁所以咧，佢就將個首都咧就擺喺成都。咁你就要喺一個門戶之地咧，就要擺一啲好信任嘅將領喎。所以喺荊州佢就安排咗咧關羽然後喺呢個嘅漢中咧，佢就擺咗魏延。當時啦，所有人咧都應該係話要張飛嘅，因為張飛關羽咧係跟隨呢個嘅先主時間最長啊，跟隨劉備時間最長噶嘛，而且咧張飛關羽有萬人敵之稱噶嘛，咁但係咧佢就冇將張飛擺呢個位，張飛咧亦以心自許佢自己都覺得係佢噶啦，但係佢冇點解就係因為咧
張飛嘅武功係好高啊，但係個智力就唔算係非常之厲害啊嘛，唔係有勇有謀啊嘛，咁亦都有飲酒酗酒嘅問題，咁所以咧佢就冇，結果咧就揾咗魏延，然後咧所有人都好驚，魏延咧就同阿劉備講啦，一個 interview， 劉備就問佢，喂，我將呢個重任交俾你，你點樣去對付啊？佢就話，若曹操舉天下而來，如果曹操咧派所有舉國嘅大軍嚟到，請為大王拒之，我就幫你抵擋佢。如果偏將10萬之眾至咧，如果佢派一個將軍嚟啊，帶10萬軍隊嚟，請為大王吞之啦，我幫你食咗佢。咁其實並唔係空口講白話嘅，因為喺漢中咧有天險啊嘛，所以咧對方如果派大軍嚟咧，要經棧道入去咧，呢個嘅作為一個防守咧就非常之有着數嘅。即係人哋用棧道慢慢繞過山攻入嚟，咁你就好多辦法可以防守到噶。咁所以咧，並非誇誇而談。調翻轉啦，你出兵咧，經呢個嘅棧道出去咧，人哋又可以防守到你嘅。咁所以咧，佢就話咧，我就會為你吞之。先主稱善，劉備就話好啊，正啊。但係後來咧，當呢個嘅劉備咧稱帝嘅時候咧，漢超列帝，再升佢官，鎮北將軍。鎮北咧就鎮守呢個嘅四川嘅北部，巴蜀嘅北部。建興元年啦，建興就係呢個嘅劉禪嘅時期啦，就封佢做都亭侯然後咧5年，諸葛亮咧就駐守漢中，諸葛亮要北伐啊嘛，出師表啊嘛，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途奔曹然後咧更以魏延呢為督前部，叫佢咧管轄咧佢哋嘅北伐大軍，然後領丞相司馬。做丞相司馬呢個職位，丞相就諸葛亮啦，丞相司馬就係幫丞相管軍事嘅，然後再封佢做涼州刺史。因為涼州咧一早已經唔喺呢個嘅漢朝控制啦，其實就當時係由魏國控制噶嘛。我哋成日講三國咧，魏蜀吳咧，呢個蜀咧係後人叫嘅，係去到呢個魏晉時期啲人先叫蜀國嘅，佢哋稱自己做漢朝，所以佢係漢超列帝。呢個嘅漢嘅後主就唔係呢個嘅蜀嘅，佢哋唔稱自己做蜀嘅，佢哋稱自己做漢。但係咧東吳啦，同埋呢個嘅魏國晉朝嘅史書咧，就稱佢做蜀，因為唔承認佢係漢朝，其實就係咁解。咁然後啦，就領涼州刺史，涼州一早係魏國嘅控制土地嚟噶嘛，點解會俾佢做涼州刺史啊？即係其實要去北伐咯，要去負責北伐咯。涼州刺史呢個職位之前係邊個做啊？係馬超。馬超本來咧就係涼州牧馬騰之子啊嘛，咁所以佢做涼州刺史，其實就希望馬超北伐。咁但係馬超就早死啊，馬岱後來又掌管咗一段時間，馬岱就係馬超嘅堂細佬。咁而家咧就魏延咧喺呢個時候做涼州刺史，去到8年嘅時候咧，叫呢個魏延西入姜中，姜咧就係河西走廊。即係河西走廊咧，一個地方。其實姜係一個少數民族嚟，叫佢入去姜中咧，就叫佢咧係即係團結啲少數民族，有啲希望貿易啦，亦都希望咧當兵啦，或者咧希望離間佢哋同埋呢個嘅魏國嘅之間嘅關係啦。即係話魏延咧唔單止有軍事實力，仲有呢個嘅外交能力同埋呢個統戰嘅能力嘅。後來魏延咧就對住呢個嘅魏後將軍呢個費堯。雍州刺史郭淮就打仗，但係呢個嘅戰於陽谷，結果就大破郭淮啦。後來咧就再升職為前軍師、征西將軍，能夠做到軍師嘅一個職位啊。然後再假節，再封呢個嘅侯。咁所以由此我見到魏延呢，第一有軍事能力，第二有統率能力。第三咧有外交能力，係有勇有謀喎，就唔係好似咧小說講到佢咧，即係有勇無謀嘅。因為咧我哋好多時候話佢點解有勇無謀啊？因為佢同諸葛亮嘅意見唔同啊。諸葛亮北伐啊嘛，第一次北伐咧，佢就揾諸葛亮咧要1萬兵或者數萬兵啦，然後咧與呢個諸葛亮會道於潼關，叫諸葛亮咧向西前進，佢咧就越過個山頭。就攻入去呢個嘅陽關，如韓信故事即係攻入潼關，好似韓信係點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啊嘛。但係諸葛亮就唔聽話嘅，
諸葛亮就話咁啊唔得，因為咧魏延咧常為諸葛亮脅，佢就成日周圍唱佢話佢咧懦弱啊，嘆恨己才而不用啊，就唔聽佢講。點解咧？佢個計劃係點咧？佢計劃就係當時夏侯茂係安西將軍鎮守長安，佢就夏侯茂咧好懦弱嘅性格因為係曹操個女婿嚟噶嘛，所以先做咗呢個重要職位。你俾精兵5000，然後咧再賦糧5000，帶住10日8日嘅糧食咧，就繞過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呢個子午計謀啊嘛，叫做10日就到啦。咁咧佢帶住嗰5000兵，另外5000就糧食1萬人啦，入到去長安，佢認為咧對方就會走嘅，乘船而走嘅。聽到佢講咁第一呢條計咧就係一個叫做險計嚟嘅，就好似韓信當年啦，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一係不成功就變成仁，係一條險計嚟嘅。呢個險計個重點係點樣咧？重點就係咧，你北上，夏侯茂無能，然後夏侯茂咧就不戰而走，咁你要過3關。第一，你北上要成功北上先，因為頭先所講佢經山路棧道去，即係帶糧食咁少，對方咧唔發現嘅情況底下，去到長安城下，呢個係第一關。第二關咧就對方咧不戰而走。第3關咧就諸葛亮嘅大軍咧就要經呢個西路，然後就進入到去長安作為補給，即係你要過3關先得，否則咧你攻陷咗長安冇用噶。你有幾千嘅士兵，人哋源源不絕嘅軍隊都會攻入你度噶嘛。所以咧佢同諸葛亮咧就有一個咧原則上咧好大嘅分別。諸葛亮咧就係要用穩守突擊嘅方法。我之前其實解釋過啦，諸葛亮北伐咧重點唔係成功北伐，重點咧係要透過北伐咧去團結國內啊。因為如果你冇咗北伐咧，就冇咗個合理性、正統性喺裏邊。我係從呢個地圖你睇到啦，嗱喺益州呢度就漢中啦，係咪？益州嘅北部就漢中，你攻入去雍州，雍州就長安一帶嘅地方嚟，咁你冇用喎，因為咧佢京北咧同埋師弟嘅軍隊可以源源不絕經白路咧去收復翻長安，其實係冇意義嘅。你攻陷咗長安，咁但係當年韓信點解可以咁做啊？韓信就攻入咗去呢個嘅咸陽城之後咧，天下英雄一齊喺各地呼應啊嘛，所以關羽先冇辦法即係一下收復啊嘛，因為關羽盡失民心啊嘛，盡失人心啊嘛。咁但係當時魏國唔同喎，魏國咧呢個喺起碼中國嘅北部啦，大概都係支持魏國嘅政權喎，因為佢推行咗曹丕推行咗九品中正制啊嘛。九品中正制咧就同呢個嘅中原大姓就結合咗，咁中原大姓咧都紛紛支持咧陳群所建議嘅九品中正制，咁所以當時咧就人心歸魏嘅。但係呢個嘅項羽就唔同啊嘛，所以佢用呢個計謀咧就係光復咗雍州咧，你係會四方八面俾人收復嘅。所以諸葛亮用一個穩嘅方法，就係咧打去涼州，希望喺西北嗰度咧就控制。但係呢條橋亦都係唔得嘅，因為點解啊？你喺西北度控制咗咧，人哋喺雍州會源源不絕嘅軍隊去到，因為咧涼州咧就係今天甘肅省一帶，其實係無險可守嘅。你騎兵咧係可以咧長驅直進嘅，可以咧周圍遊蕩嘅加上咧即係呢個河西走廊有好多羌人喺嗰度，可以咧裏應外合咧就可以徹底地控制咗。所以諸葛亮幾次其實控制咗涼州嘅，幾次嘅打仗咧都可以咧收復到涼州一啲嘅城池，但係你守唔到啊嘛。因為咧你喺益州、巴蜀咧、四川北部咧，你運糧食去涼州咧，其實亦都好困難要經好多山路運糧食過去咁所以你係冇補給線相反呢個嘅雍州直出佢哋就係平地，佢哋有源源不絕嘅補給加上咧喺呢個師弟咧，即係洛陽河南嗰啲地方啦，許昌可以經水路啦即係陸路啦，一齊咧運糧食去雍州。即係戰爭咧唔係淨係打贏就得嘅，仲要考慮埋咧佢嗰個補給嘅。三軍未動糧草先行，所以啦呢一個嘅魏延呢一計咧，佢係險計，但係失敗嘅幾率極高。但係調翻轉頭咁講，打仗你梗係即係高風險高回報啊嘛。諸葛亮一生咧就係唔要用高風險高回報，
佢用穩守突擊佢寧願北伐唔成功，都唔可以咧動搖到咧佢國家嘅根本。所以兩套完全係不一樣嘅如果劉邦嘅時候就用韓信，就因為咧劉邦咧佢覺得要做皇帝要富貴要富貴梗係要搏啦，否則嘅話咧佢就留喺巴蜀裏邊咧，只會鬱鬱不得志嘅。咁但係諸葛亮同埋劉備、劉禪父子就唔同啊嘛佢哋已經做咗皇帝，做咗丞相啊嘛，佢哋已經富貴啦嘛，覺得咧如果北伐唔成功，佢咪退回，佢一樣可以繼續做皇帝。劉禪可以繼續做皇帝，諸葛亮可以繼續做丞相，繼續有統治地，佢就唔會至於咧係乜都冇嘅而劉備唔同佢覺得自己乜都冇噶咯，因為佢封咗做呢個嘅漢王，當時喺呢個嘅巴蜀漢中其實就好窮好落後嘅，就同呢個嘅劉備嘅時代。巴蜀咧成都叫天府之國，係截然不同嘅情況咁所以呢一點咧時勢易喎，你見到係其實係咁毅然咧無端端咧就係不斷咁唱衰諸葛亮，諸葛亮梗係對佢有意見噶嘛，雖然係咁對佢有意見啦，但係仍然咧能夠委以重任嘅，喺諸葛亮生前咧一直咧對佢係委以重任，直至到諸葛亮死咧事件又唔同啦，諸葛亮死嘅時候咧毅然呢個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咁但係咧佢同其他人嘅性格咧亦都有好大嘅矛盾。有另外一個人就叫楊儀，楊儀咧就本土派，毅然同諸葛亮咧就係叫做大中華派佢哋都主張北伐嘅，但係咧喺蜀國咧其實好多人係唔主張北伐嘅。點解唔主張北伐頭先所講啦，佢哋喺國內已經係豐衣足食啦已經係有老有少啦，如果北伐成功，對佢嚟講冇乜着數喎，要離開自己嘅老巢要去到中原同其他勢力一齊競爭如果北伐失敗，咁可能咧佢哋會抄家滅國所以咧喺蜀國，無論喺荊州跟隨劉備入去嗰啲，一開始咧都有北伐意圖，但係時間耐咗咧就冇北伐意圖啦。第二批人咧就係本身喺蜀國裏邊有勢力嘅，就譬如李嚴楊儀或者後來嘅趙州呢啲人咧，佢根本係冇意圖北伐嘅，佢哋主張本土優先，守住就得噶啦守住而家嘅繁榮富貴，守得一年得一年，佢嘅諗法係咁樣嘅，所以咧佢同楊儀咧就有好多嘅矛盾喺裏邊。咁最後啦，當呢個嘅諸葛亮病困嘅時候咯密與長史楊儀、司馬秘醫、護軍姜維喺度講自己咧個身後事點樣斷後由呢個嘅毅然次之如果咧諸葛亮明如果毅然不從咧，就軍變自發，你哋自己搞掂啦。結果諸葛亮一死，秘不發喪然後楊儀咧就叫咗秘醫，秘醫後來咧就喺掌院之後就接管咗呢個蜀國嘅大政做咗丞相嘅就毅然就話丞相雖亡但係吾自健在我仲喺度嘅係咪？你官府可以派人哋咧去還葬安葬翻佢嘅成都啦，然後咧由毅然自己率軍去擊賊，去繼續打魏國點會因為一人之死而廢天下之事噶？佢話且毅然何人毅然係咩人點解會為一個文官楊儀所捕勒聽佢講作斷後府，點會為楊儀一個文官係做斷後咧？斷後即係作為一個即係執手尾防守大將。佢話唔會聽楊儀講喎，楊儀係文官嚟嘅，我送棺材翻去關下鬼事你有你翻，我有我北伐。所以其實史書裏邊咧就話呢個嘅毅然係勾結魏國投降嘅，呢個係絕冇可能之事。佢其實係繼續想北伐嘅，北伐係對佢嚟講咧一生嘅大業，佢先係真正能夠繼承到劉備係希望北伐噶嘛嗰個事業。而當時蜀國已經係俾本土派咧控制咗。諸葛亮一死，北伐派咧就再無勢力啦咁所有人咧都向本土派咧就歸附。咁所以結果咧就係毅然咧就因此就被話佢謀逆因為佢同楊儀有衝突嘛，然後就話謀逆啦，咁嘅情況咧，佢啲士兵梗係唔睬佢啦，梗係逃亡啦，奔赴漢中啦，然後楊儀再派一馬岱咧追殺佢
馬岱就馬超嘅堂細佬啊嘛，最後斬首添啊！咁所以呢個嘅後來咧，蔣月滿咧就即係再去接應魏延咧，就因此咧就被話佢係勾結外國勢力。勾結外國勢力咧就係最好用嘅一個藉口嚟嘅，根本就冇可能係勾結外國勢力嘅，佢係北伐派嚟嘅嚇。咁所以呢個魏延咧就俾史書咧，其實就係應該要還翻佢一個史書嘅一個公正嘅評價，佢先係光復大陸、光復中原嘅北伐派。但係當時咧，諸葛亮一死，北伐派再無聲勢。後來嘅姜維話要北伐咧，都係帶數千兵馬啫，唔係真正嘅北伐。姜維嘅北伐係騷擾下魏國嘅啫。直至到姜維後來老咗啦，50、60歲嘅時候咧，先有較大嘅權力。因為諸葛亮一死之後咧，蜀國就變咗純粹即係度日子嘅啫，唔再係有呢個中原嘅雄志嚇，既冇光復中原嘅雄志啊，你嘅國力又俾人哋咧係細咁多，吞併咧係指日可待嘅事情。所以如果你嘅勢弱，人哋嘅勢強咧，你就更加要北伐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咁你先有機會扭轉嗰個劣勢。好似當年咧漢高祖劉邦咁樣，否則嘅話咧，好似南宋咁啊，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吹得遊人醉，直把杭州當汴州。佢就安日咧就會俾人哋吞併而消亡嘅。呢個就係歷史嘅教訓啦。anyway， 呢一 part 咧就講到一半，仲有下一半咧就係呢個叫姜維的最後一計。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我就將下一半咧公開埋俾大家聽，或者分享下你對呢段三國歷史嘅睇法。如果你係諸葛亮，你覺得諸葛亮嗰套 work 啲啊，還是係魏延嗰套 work 啲咧？你話俾我知好嘛？講到呢度，拜拜。